大家好，我是 W，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一款 Razer Black Widow V4 Pro。那首先要先说声抱歉，最近出片的频率真的蛮低的。今年特别忙，很多事情要出国处理。8月份又刚刚好遇到加拿大航空罢工，所以这支影片的前半部分是我还在加拿大的时候拍的，影片也做成了像这样子 voice over 的模式。回到键盘，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外包装，因为是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买的，所以包装上有英文跟法文两种语言。不知道加拿大其他地区是不是也用这种包装，还是直接使用跟美国一样的纯英文包装。根据雷蛇的官方网站，目前 Black Widow V4 系列似乎只有提供英文键帽，这边可以在外包装上看到写了 Disposition du clavier anglais， 刚刚好我从很久以前就决定我的下一把键盘要是全英文键帽的。翻到背面可以看到这把键盘主打的就是底部包含手托的部分都有 RGB 灯光，以及8颗可以自定义的聚集按钮，还有多功能的 Razer Command Dial。我买的是雷蛇绿轴，也就是雷蛇他们自家的轻轴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有机会使用磁轴打了几把游戏，虽然说磁轴跟传统机械轴的反应度的确提升了非常多，但我个人还是无法习惯无段的轴体，只能说是被最初选择了 Cherry MX 轻轴的我带上了不归路啊。那因为受到加航罢工的影响，我在加拿大滞留的时间多了非常多。原本是打算回台湾再做一部完整的开箱了，但是实在是等不及了，所以直接先在当地把外盒打开来看看里面实际的样子。不过当下并没有实际插电使用。箱子的内部其实算是蛮朴实无华的，一打开箱子以后就可以看到键盘本体。虽然彩盒内没有什么缓冲材，但键盘本身在箱子内的固定性蛮好的，我没有办法直接把键盘拿起来，就干脆连隔层整个都从彩盒里面拿出来了。把键盘本体拿起来后，下面的纸板隔层夹着雷蛇产品一定要有的黑色说明书。在把这个说明书拿起来的期间，还不小心把它凹到了，真的是有点懊恼自己的手贱。把纸板隔层拿起来后，下面放着磁吸式手托以及2条 USB Type A 对 Type C 的线。2条线使用的都是雷蛇最近在滑鼠、耳机等等都会使用的编织线。这边也可以看到手托在底部有一片接触式的供电口。那在加拿大的开箱片段就到此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准备回国啦。终于回到台湾啦！首先可以看到键盘接上电源后会有一个很炫的欢迎特效，接着在没有开启专用程式 Razer Synapse 的情况下，满载预设的灯效是全区域光谱循环。磁吸手托接上去之后就会直接亮灯，吸上去那一下还蛮疗愈的。键盘左上角的 Razer Command Dial 预设的功能是调整灯光亮度，其他还有比如切换视窗、控制缩放等功能，按一下旋钮就可以切换模式。Command Dial 的功能一样可以在程式内自定。开启 Synapse 后会有几个快速效果，这边我分别挑了波浪、轮转还有火焰出来展示。手托的灯效也可以在程式内设定，接上后就会显示可以调整的区域。接下来我有录了一小段中英文试打的影片。先打个预防针，我打字速度应该算偏慢的，而且也没有做过什么键盘测试的经验，录音的设备也没有到非常专业，就是手机加上我原本的麦克风而已，所以就听听看，当个参考就好了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Razer Black Widow V4 Pro 的开箱啦。这一次主要是开箱的第一印象以及日常使用方面的总览。至于游戏方面的性能以及传说中的急停神器 SnapTap 等等，都会在我使用一段时间以后，另外拍一支影片分享详细的心得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，不好意思，这部影片拖了那么久啊。那我是 W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